这几天，大 S 因哮喘引发流感肺炎去世，让每一个热爱生活的人震惊与惋惜。我也祝每一个人在2025年都健康平安。然而，这件事背后隐藏的呼吸道健康问题更值得我们每一个人关注的。尤其是生活环境里面的空气质量和家里摆放的植物，直接影响我们的生死存亡。毕竟，我们每天都生活在家里，如果一直有毒气释放，那么就相当于温水煮青蛙，等意识到问题也晚了。大家好，我是花花，今天就介绍一下适合哮喘人群净化肺部的绿植。一、清肺的绿植。一、吊兰 Chlorophyton comosum。吊兰被誉为空气净化器，其最显著的特点是能够有效吸附空气中的有害物质，如甲醛、苯、二甲苯等有害气体。吊兰的叶片表面有微小的气孔，可以通过气体交换吸收有害物质，并将它们转化为植物体内的营养。吊兰的这种空气净化作用可以帮助减少室内空气中的有害物质，改善空气质量，从而降低哮喘患者的过敏和刺激反应。此外，吊兰还能够增加室内的湿度，防止过度干燥的环境刺激呼吸道。吊兰适合摆放在客厅、卧室等通风较好的地方，有助于保持空气的清新和湿润。二、常春藤 Heather Helix。 常春藤是一种强力的空气净化植物，能够有效地吸附和去除室内的有害气体，如甲醛、苯、二氧化碳和 TVOCs 总挥发性有机化合物。常春藤的叶片通过光合作用释放氧气，并且能够对空气中的污染物进行吸附、降解，帮助净化室内空气。对于哮喘患者或呼吸道敏感的人来说，清新的空气对缓解病情至关重要。常春藤通过净化空气中的有害物质，帮助创造一个更加清洁的环境，减少过敏原的积累，从而降低诱发哮喘症状的风险。常春藤的空气清新器作用特别适合放置在卧室、办公桌或家中任何通风良好的地方。三、虎尾兰 Sansevieria trifasciata。 虎尾兰是一种出色的空气净化植物，具有独特的白天吸二氧化碳、夜间释放氧气的特点。一般情况下，植物白天会通过光合作用吸收二氧化碳并释放氧气，而虎尾兰则能够在夜间继续释放氧气，这对改善室内空气质量、保持新鲜氧气有着重要作用。此外，虎尾兰具有清除有害气体如甲醛、苯、二甲苯的能力，能有效净化室内空气。对于哮喘患者来说，良好的空气质量可以减少因空气污染或刺激物引起的过敏反应。虎尾兰也能保持空气湿度，避免干燥环境加重呼吸道不适。由于它对光照要求较低，也非常适合室内养护。四、芦荟 Aloe Vera。 芦荟不仅是一种具有药用价值的植物，还能净化空气中的有害物质。芦荟能够有效吸附室内空气中的有害气体，特别是甲醛、苯等挥发性有机化合物。通过吸附转化机制，芦荟能够将这些有害气体转化为植物所需的营养物质，从而净化空气。对于敏感人群来说，芦荟能够缓解因有害物质引发的过敏反应，减少呼吸道的刺激。同时，芦荟还有着极强的抗菌、抗炎作用，可以帮助减轻呼吸道炎症。芦荟的易于养护也使其成为了家庭中理想的室内植物，尤其适合摆放在客厅或卧室。五、发财树 Pachira aquatica。 发财树是一种空气净化能力较强的植物，能够吸附空气中的有害气体如甲醛、苯等，并释放氧气，帮助提高室内空气质量。发财树能调节室内湿度，避免空气过于干燥，尤其是在冬季采暖时节，它能够维持空气的湿润度，从而减少干燥引起的呼吸道不适。对于肺部不好的人来说，呼吸道的湿润环境可以减轻咳嗽和喉咙干涩的症状。发财树的空气净化作用不仅适用于哮喘患者，还能帮助维持整体的室内健康，提供更加清新、舒适的生活环境。二、不适合哮喘患者的家居绿植。一、开花的仙人掌 Cactus。 仙人掌虽然美观，但它的刺可能对呼吸道健康不利。仙人掌的花粉和刺可能导致空气中的颗粒物增加，加重哮喘患者的呼吸负担。此外，仙人掌在开花时释放出的花粉和香气也有可能刺激呼吸道，导致过敏或哮喘发作。
2. 夜来香 Cestrum nocturnum。夜来香在晚上释放浓郁的香气，可能会导致一些哮喘患者出现不适，尤其是对强烈气味敏感的人。过于强烈的香味可能会刺激呼吸道，引发咳嗽、呼吸困难等症状，因此不建议在家中养殖。3. 夹竹桃 Nerium oleander。夹竹桃是有毒植物，其花朵的香气和花粉对呼吸道不健康的人员极具刺激性，可能导致过敏反应甚至中毒。因此，过敏人群应避免摆放这类植物，以免触发过敏反应或呼吸道刺激。4. 风信子 Hyacinthus。风信子虽然具有美丽的花朵和浓郁的香气，但它的香气和花粉容易引发过敏，尤其是对花粉敏感的人群。花粉的刺激可能导致呼吸道不适，增加哮喘的发作风险。5. 百合花 Lilium。百合有美丽的花朵，但花粉对部分哮喘患者来说是严重的过敏源。百合花粉一旦挥发到空气中，可能引发咳嗽、呼吸急促等症状，因此哮喘患者应避免将百合花摆放在室内。在风水学中，家是人们的庇护所，家中的每个角落都会影响到居住者的运势和健康。良好的风水能让人身心健康、事业顺利，反之，不良的风水则可能导致健康问题、财运低迷等。风水讲究气的流动与平衡，家中物品的摆放和植物的选取也会直接影响到气的流动和环境的磁场，从而影响人的健康和运势。其中，植物作为生气的代表，在风水中有着特殊的意义。3. 对健康运势有利的植物。1. 发财树。发财树是风水中的吉祥植物，象征着财运和繁荣。它能够吸收空气中的有害物质，净化空气，同时带来积极向上的正能量。风水学认为，发财树特别适合放在家中的财位或者客厅的东南方位，这不仅有助于提升财运，也能改善居住者的健康运势。2. 吊兰。吊兰被誉为空气净化器，它不仅有助于改善空气质量，还能提升整体的家居运势，特别是增强健康运。吊兰的绿色也象征着生机与活力，能帮助家庭成员保持身体健康。3. 富贵竹。富贵竹在风水中代表着好运与财富，常常作为家居的装饰植物。它适合放置在家中的东南方，这个方位代表着家里的财富和繁荣。此外，富贵竹还能够带来健康与长寿的象征，放在卧室或客厅，有助于提升家庭成员的整体健康运势。4. 绿萝。绿萝是风水中非常受欢迎的植物，因其生命力旺盛且能有效净化空气。绿萝适合放在家中的西南方或者客厅。西南方是象征着家庭、感情和健康的方位，绿萝可以促进家中的和谐气场，改善家人的身体健康，提升整体运势。5. 芦荟。芦荟是一种非常适合家中养护的植物，因其净化空气、释放氧气的特性，能够帮助改善家居的空气质量，促进健康。尤其是在东南方位，它能够带来健康的气息，帮助提升健康运势。4. 植物的不同方位与运势。1. 东南方，财富与健康。东南方位在风水中代表着财富和繁荣，适合放置的植物有发财树、富贵竹、常春藤等。这些植物不仅能带来财运，还能提升家庭成员的健康。选择空气净化能力强的植物，比如发财树和常春藤，可以让家中的气场更为清新，增加健康运势。2. 西南方，家庭与健康。西南方位代表家庭和健康，适合放置一些能够净化空气并促进家庭和谐的植物。绿萝是这个方位的理想选择，它能改善室内空气质量，调节湿度，增强家庭成员之间的感情，并有助于提升整体的健康运势。3. 东北方，知识与智慧。如果家中有学生或正在学习的人，可以将植物放在东北方位，这个方位代表着知识、智慧和学业。适合的植物有常春藤和富贵竹，它们的生命力旺盛，能够促进学习和智力的提升。4. 北方，事业与工作。北方代表事业和工作的方位，适合放置一些具有活力、能够提升工作运势的植物。
例如吊兰、虎尾兰等可以放在北方，它们有助于提升正能量，促进事业的发展，避免因工作压力而导致健康问题。5. 西方，创造力与人际关系。西方代表创造力和人际关系，适合放置一些能够促进人际关系和提升创新能力的植物。像芦荟、常春藤等植物适合放在这个方位，它们能够帮助促进家庭成员之间的沟通与和谐。以上就是今天介绍的内容，愿逝者安息，生者顺遂。喜欢我的内容，记得点赞、关注并多多转发。感谢观看，我们下期见。